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谁说沉香如屑不好看？满满细节糖，杨紫诚意 CP 感太足啦！这部由杨紫诚意主演的电视剧，其实早期小匡也已经提到过2次。主要是就杨紫被迫出演《沉香如屑》之后的一些争议聊了聊自己的看法。当时如此想，更多的总感觉杨紫有了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紧密一角，还有了早期的《天机之白蛇传》说李虐心小白，毕竟珠玉在前，兜兜转转到古偶里，似乎容易被比较，颇有些吃力不讨好。但是就目前看下来的感觉，真香。只要是好看的古偶，谁能拒绝数量呢？那接下来，小匡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目前看下来的感受和磕到的细节糖。女主颜淡，杨紫饰演，真身是朵汉淡，日常就是喂鱼养乌龟，写画本子，做个逍遥度日的仙。男主应渊，诚意出演，作为一个魔族和神族的混合血统，日常被帝尊 PUA 洗脑。以天下为己任，唯一的乐趣就是去翻颜淡的乌龟。当应渊发现了颜淡后，一眼意识到他的藏拙，找了借口把他滴溜到自己的店里做仙事，实际上在各种提点教授。而颜淡在500年前初见应渊时，便是称呼他为小人。500年后抓到应渊是番归君后误，以为是小仙士，又是脱口而出的小人，在日后的相处中，也是以此称呼应渊，一方面展现了颜淡的大大咧咧，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知道应渊不会跟他计较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，还有送给颜淡的不离锁，这是应渊自创的法器，表面上是为了折腾颜淡，让其与自己保持距离，但事实上是为了可以在想见到颜淡的时候瞬间见到他，也为了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可以去保护他。尤其是在迎灯伤害颜淡时，他没有自己出手，而是选择了指点，其背后用意也是希望借此让大家都不再小瞧颜淡。到了后面魔族大战之前，应渊让颜淡取下不离锁，实际上也是以为自己不能归来，再无法保护他。其实沉香如屑看下来节奏还是蛮快的，第7集开始男主就带军去与魔界大战，也是从这里开始产生虐点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最终仅男主一人生还，且还处于双目失明、身负重伤、命不久矣的状态，所以男主自己去了仙族种地，企图以此了完残生。女主颜淡误闯禁地，遇到男主，焚花瓣，取花血，最后甚至剖心一半，只为救男主。男主倒是救了，可他那嫉妒的姐姐却是处处陷害，顶替下来，还顺带 PUA 女主。女主的姐姐芷溪和帝尊，这俩人真的是 PUA 大师，处处祸男女主。因为这俩人的存在，颜淡受了天刑，跳了忘川，徘徊800多年，纵然无感尽失，纵然青丝变白，纵然长满尸斑，依旧不能忘却与应渊的情。应渊也是一般，为了保住颜淡去故意断情，本该受到天刑，却将与颜淡的记忆锁进神魂之中，主动受了刑罚，在不能碰火的情况下，毅然跳入焚化炉去找回颜淡当时绣的汉淡花纹腰带。此处还有个暗戳戳的糖，女主的真身是4叶汉淡，所以发型服饰居所皆带汉淡。与此同时，应渊的法器是金色莲花，包括他的茶杯、香托瓷罐、灯座皆为莲花。这既喻男女主2人品行高洁，也暗指了2人之间的宿命姻缘。许多人觉得颜淡和当初的锦觅一般无二，但是实际区别其实还是很大。锦觅自出生就服下允丹，无情无爱，没心没肺，但是颜淡不同，自小是个解控，看到应渊受伤自苦会哭会痛，属于那种社牛加狗腿的存在。所以说，还没追起沉香如屑的小伙伴真的可以一试。杨紫的灵动与哭戏是众所周知的，至于诚意，演技中的破碎感早从丝缝一角就可窥出。
刘诗诗手搭刘宇宁，时隔5年再出古装剧，古装女神又回来啦！2025开年新晋古装丑男来袭，丑的人外有人，还我古装男神。